文九川，你可知罪？朕在问你话。你为了积累战功，屡次在边境发动大战，10年征战，朝廷耗费的钱粮不计其数。如今各地百姓赋税沉重，流离失所。摄政王离开都城10年，想来已经习惯了在军中一言狗顶。如今回到朝堂，面对陛下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也很正常。文九川，朕在等你的回答。臣镇守边关10年，每一场战事都有军报入京城。若陛下认为臣有罪，臣无话可说。摄政王这话说的倒是轻巧。整个大周天下拿出无数钱粮供养边军，你手握数十万兵马，身边人人对你唯命是从，自然不会觉得自己过得辛苦。可你从边关回来的路上，难道没有看到那些流民吗？没有看到那些因为赋税太重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的孩子吗？文九川，你看到这些，心中难道没有一点愧疚？顾太医此话何意？何意？自然是要问你的罪。你为了自己的战功，数次主动发起大战，10年之间，边境战火从未真正停过。哼，摄政王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，难道不懂好战必亡的道理？臣只想问陛下一句话，陛下也这般认为吗？摄政王镇守边关，确实也是为了大周。拜一，这其中或许有些误会。北境情况复杂，摄政王也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陛下，摄政王带兵打仗就是为了大周，难道微臣指出他的过错就不是为了大周吗？微臣陪伴陛下多年，所做的一切同样是为了陛下。微臣不怕得罪摄政王，也不怕他今后报复。可若连陛下都不相信微臣，微臣离开便是。好了，是朕方才失言，朕不是不相信你。那陛下为何还要替摄政王解释？微臣冒着风险当众指出他的过错，究竟是为了谁？是朕说错了话，也是朕的错。你为了朕，也为了大周，朕心里都明白。只要你活下来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朕与满朝文武会在都城等你凯旋。凯旋归今日，满城红装时。摄政王，朕念你镇守边关多年，确实立下过战功，今日可以不追究你的罪责。从现在开始，交出兵权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必再过问军中事务，朕准你卸甲归田，留在京城安享荣华。臣领旨，谢陛下恩典。陛下英明，摄政王常年征战，身体早已疲惫，如今让他休养，也是陛下提举功臣。这些年你的确辛苦了，以后不必再去边关，京城中的荣华富贵，朕一样不会少了你。陛下不可！陛下，摄政王镇守边关多年，若让摄政王交出兵权，不再过问边关军务，蛮族定会趁机卷土重来。到了那时，北境数十座城池都将陷入战火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请陛下三思。放肆！陆守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亲口做出的决定，你竟敢当殿质疑？军国大事关系天下百姓生死，岂能只凭一时意气决定？哼，陆丞相常年留在京城，可曾亲自去过边关？你又怎能确定边关不是有人故意夸大战事，借此向朝廷索取更多钱粮？你一个太医院的医官，根本不懂行军打仗，满族狼子野心，从未放弃南下。只要摄政王离开边境，他们必然会立刻进犯。够了，陆丞相，朕乃大周正子，君无戏言。朕既然已经让摄政王交出兵权，说出的话便没有收回的道理。可是陛下，北境安危，念你是先帝留下的托孤重臣，今日之事，朕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也只有这一次。若敢再犯，朕绝不轻饶。秋川，明昭年幼，性情又过于刚强，朕若不在了，你替朕照看他，也替朕守住这大周江山。陛下既然已经决定收回臣的兵权，臣没有异议，只是边关不可一日无主，数十万将士也必须有人统领。
臣斗胆此问陛下，准备由何人接任？自然是我。你，文九川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是在看不起我吗？没错，本王就是看不起你。你凭什么看不起我？因为你不配统领边军。九川哥哥，白入一直想学习兵法，你带他去边关见识一番，等他真正了解军中事务，日后也能替你分担。顾公子，王爷吩咐过，您必须完成今日训练。我熟读兵书，学习的是调兵遣将，这些跑跑跳跳的粗活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以后上了战场，还要我亲自拿刀砍人？你不需要与蛮族正面交战，只需带人在侧翼现身，引他们分兵，看到信号以后立即撤回。不过是一群蛮族骑兵，王爷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为何临阵逃脱？蛮族人数比你说的更多，我若不及时撤退，带出去的士兵都会死。保存实力有什么错？你的任务只是诱敌，可你擅自逃走，导致整个侧翼暴露。若不是其他将领及时补救，今日死的便不只是你带出去的那一支骑兵。最后不是打赢了吗？既然打赢了，何必再计较这些细节？本王可以交出兵权，也可以从此不再过问军中之事，但50万边军不能交到你的手中。过去的事，只是因为我不熟悉战场，如今我早已熟读兵书，通晓各种阵法。纸上谈兵，50万边军不是给你练手的棋子，他们每一个人身后都有父母妻儿，你的一道错误命令，便可能让数万人再也回不了家。陛下，摄政王根本没有将您放在眼里，他不是在看不起微臣，他是在质疑陛下的决定。文九川，白鹿自幼熟读兵书，宫中收藏的兵分典籍他几乎全部看过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不能接掌兵权？陛下，领兵不是读过几本兵书便能做到。难道全天下只有你文九川会打仗？陛下，军中有不少经验丰富的将领，他们都可以接掌兵权，唯独顾标用。够了，朕意已决，此事无需再议。文九川，朕限你10日之内处理完所有军中事务，安抚边军，清点粮草，将各处将领与军防部署全部交代清楚。10日之后，将兵符交给白入。若你故意拖延，或是暗中阻碍兵权交接，斩。摄政王，今日之事，陆丞相，在下如今已经不是摄政王了。王爷何必说这种话？陛下已经当着满朝文武收回了我的兵权。陆丞相再称我为摄政王，若被有心人听见，恐怕会给你惹来麻烦。老夫不怕麻烦。王爷镇守边关10年，久退蛮族，无论有没有兵权，在老夫心中你都是大周的摄政王。陛下他罢了，陛下此举确实过于任性，可眼下圣旨已下，再劝也没有用了。九川，老夫还有一事相求，你在边军中威望极高，为了边境安稳，还请你务必安抚好军中将士，至少要让兵权顺利交接，不能在此时生出乱子。丞相认为我会借军中不满生事？老夫从未这样想过。你是什么人，老夫心里清楚，只是边军将士性情刚烈，他们未必会像你这般克制。陆丞相放心，我文九川不是不知轻重之人。楚明昭是楚明昭，大周是大周，他今日如何待我，是我与他之间的事。边关将士和百姓都是无辜的，况且先帝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会确保兵权顺利交接，不让边境在此时发生动乱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。今日召集诸位，是有一件事要宣布。王爷可是要宣布何时回边关？兄弟们在京城住不惯，早就想回去了。都城里的酒太淡，还是边关的烈酒痛快。陛下已经下旨，收回本王兵权。10日之内，本王会处理完所有军务。
10日之后，兵符交由顾白处执掌。什么？顾白处？是不是那个第一次见到蛮族就掉头逃跑的废物？陛下糊涂了吗？顾白旗连营帐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凭什么统领50万边军？王爷，绝不能把兵权交给他！王爷，我们反了吧？只要您一声令下，50万边军都会听您号令。我们直接杀进都城，拥立王爷登基。对，反了！兄弟们都听王爷的！住口！拥兵谋反，杀入都城，你们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末将知道，可末将不服，兄弟们也不服。王爷一刀一枪打下来的威望，凭什么让给顾白旗？兵权不是我的私产，边军也不是我文九川的私兵。你们吃的是朝廷军粮，拿的是大周军饷，手中的刀应当对着蛮族。你们受的委屈，我心里清楚。今日金轮殿上发生的一切，我也不会忘。但谋反之事，休要再提。至于日后，你们也不必过于担心。顾白朝若下达合理军令，你们照令而行；若他胡乱指挥，强令将士送死，便阳奉阴违，听调不听宣。本王只有一个要求，无论如何，务必保住50万边军。只要边军还在，北境便还有屏障。送进宫吧。王爷，从今以后不必再称我王爷，守好边关，活着回来。是。竹风呢？本王问你，竹风去了哪里？王爷，说。竹风被陛下派人带进宫了。陛下为何要带竹风进宫？抬起头，把话说清楚。王爷饶命，不是小人不肯阻拦，是宫中侍卫拿着陛下的旨意，他们说谁敢阻拦，便以抗旨论处。他们带走竹风，究竟要做什么？是顾太医的母亲突然犯了顽疾，顾太医说，寻常药物无法医治，必须用灵禽的心头血做药饵，才能救命。陛下一早便派人来抓走竹风，说要取他的心头血，替顾太医的母亲治病。你说什么？来者止步！皇城重地，不得纵马。摄政王，你已经交出兵权，不得擅闯皇城。滚开！主父，我回来了。多亏了文九川养的这只灵禽，若没有他的心头血，家母的顽疾恐怕很难痊愈。改日见到我，一定要带家母好好感谢他。不过是一只畜生，他的血能够救老夫人，是他的福气。哎呀，摄政王这是怎么了？地上寒凉，快起来！滚开！放肆！文九川，你纵马擅闯皇城，沿途迫害打伤宫中侍卫，朕尚未治你的罪，如今你竟还敢在朕面前动手伤人，你真当朕不敢把你怎么样吗？臣不敢。陛下是大周之主，天下人的性命皆在陛下一念之间，只是不知陛下准备如何治臣的罪，也将臣按在地上，抛开心口，取出心头血，为顾太医的母亲治病吗？大胆！你竟敢质问朕！陛下息怒，摄政王与这只灵犬感情深厚，如今突然看到他死去，心中一时无法接受，才会失去分寸。我信佛得知此事后十分感激，他已经决定为竹风举办一场水陆法会，陛下也答应让人厚葬竹风，如此一来，也算让他风光大葬，往生极乐。不需要。文九川，白瑶也是一番好意，你为何一定要如此不识抬举？既然他不需要厚葬，来人，将这只畜生拖下去，挫骨扬灰。不要！你可知错？臣知错。
臣已经处理完所有军中事务，边军粮草、兵力与城防部署也全部交接完毕，兵符就在河中，还请陛下收回兵符。从今以后，臣不再过问军中事务，也不再过问朝政，准臣告老还乡。你要离开京城？是。京城就如此不值得你留恋吗？不过是一只畜生，你若喜欢，朕再陪你一只便是。求陛下成全。文九川，朕已经给你台阶了，你一定要离开。臣心意已决。好，好得很，你想走便走。朕倒要看看，离开京城以后，你还能去哪里？陛下，您等等微臣。让开！紧急军情，全部让开！蛮族30万大军寇边，请朝廷速速派兵增援。蛮族30万大军寇边。年轻人，这是你养的鸟？是。陪了你很多年吧？10年。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了。山脚下有一块空地，那里背风向阳，旁边还有一棵老松树。你若要安葬它，可以去那里。多谢老人家。从前在边关，你总是被飞得太远，我每次都担心你找不到回来的路。现在不用再飞了，这里很安静，也不会再有人伤害你。诸位不必如此。村里来了新人，搭把手是应该的。你一个人砍木头，得忙到什么时候？就是，以后都是一个村的人，别这么客气。在下文九川，多谢诸位。什么谢不谢的？草庐搭好后，请大家喝口水便成。这些话都是你真正的想法。是。你可知道其中有几条会得罪朝中不少权贵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敢写？若明知朝政存在弊端，却因害怕得罪人而不敢开口，读再多圣贤书又有何用？哼，好，朕的大周缺的便是敢说真话的人。看起来普普通通，父皇为何会如此器重你？是陛下厚爱。父皇从不无缘无故厚待一个人，你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城南水患，朝廷拨出的赈灾银两下落不明，给你7日把钱找回来。臣领命。算你有些本事，但只做到这些，还不值得父皇那般器重。温九川，殿下退后，不要离开马车。温九川，你不能死，本宫不准你死。九川哥哥，父皇不在了，那些人都在逼我割地求和，我该怎么办？陛下放心，只要臣还活着1日，便不会让蛮族一兵一卒越过边境。九川哥哥，有你真好。摄政王，朕将大周万里江山全部交托到你手中，朕与满朝文武会在都城等你凯旋。凯旋归京日，满城红妆时，楚明昭，爱你，我不后悔。为你镇守10年边疆，我也不后悔。但从今以后，我们两清了。九川小哥，你快看看，这孩子昨夜突然发热，怎么都退不下去。昨日是不是淋过雨？他跟村里的孩子跑出去玩，回来时衣服都湿透了。只是感染风寒，不算严重。我开一副药，煎服以后让他好好睡一觉，这几日不要再碰冷水。九川小哥，这枕巾……村里草药不值多少钱，拿回去替孩子买些吃食便好。这怎么行？你已经替我们看过好几次病了。
等我地里忙不过来时，你们再来帮忙。不是说只在我忙不过来时帮忙吗？你每日替大家看病，从来不要钱。我们若再不帮你干些活，心里过意不去。九川，大家愿意帮你，你便受着。一个村的人本就应该相互照应。九川小哥，快出来看看，村口有人晕倒了。我们在村口发现他的，他旁边还有一匹累倒的马，看穿着应该是从都城来的贵人。陆丞相，没有性命危险，只是劳累过度。那就好。麻烦帮我去村中药房抓些药，另外再烧一锅热水。不能开城门，陛下不能开城门。醒了，先喝口水。摄政王，真的是你？陆丞相，别来无恙。求摄政王救大周。陆丞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摄政王若是不答应，老臣便长跪不起。陆丞相，你总要先把事情说清楚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京城被蛮族攻破了，陛下仓皇出逃，50万边关将士已经死伤殆尽。什么？把话说清楚！蛮族如何会攻破京城？50万边军又怎么可能死伤殆尽？顾白起呢？他在做什么？顾白起该死！从头说，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。紧急军情，蛮族30万铁骑集结边境，随时可能南下。陛下，蛮族此次集结30万兵马，绝非寻常劫掠，必是得知摄政王已经交出兵权，想要趁边军主将更替之时大举南下。文九川离开之前，不是已经把所有军务都交代清楚了吗？边境上有50万大军，难道还挡不住区区30万蛮族？边军虽然人数占优，但临阵换将本就是兵家大忌。顾太医又从未真正统帅过大军，稳妥起见，应立刻派人追回摄政王，让他重新统领边军，北上迎敌。陆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兵权刚刚交到我手中，蛮族便来犯，你便迫不及待要将文九川重新请回来？莫非在陆丞相眼中，除了文九川，大周便再也没有能领兵之人？老夫不是在与你争论个人能力，这是关系大周存亡的战争。正因为关系大周存亡，我才更应该亲自带兵。陛下，微臣既然接掌兵权，便应当承担主帅之责。此次蛮族胆敢进犯，正好让天下人看看，大周不是只有文九成一人会打仗。你真的有把握？微臣熟读兵法多年，文九川能够9次击退蛮族，微臣同样可以。更何况敌军只有30万，我大周边军足足有50万，以50万对30万，微臣想不出任何失败的可能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战争胜负从来不能只看人数。蛮族骑兵来去如风，对北京地形又十分熟悉，若贸然出城与他们决战，一旦遭遇埋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陆丞相尚未开战，便先说丧气话，是在担心边军打不过蛮族，还是担心我立下战功，证明文九川并非不可替代？陛下，微臣愿立下军令状，此战若不能击破蛮族，微臣绝不回都。好，既然你有这份信心，朕便命你统帅50万边军北上迎敌。陛下，陆丞相不必再说，朕相信白入。顾大人，王爷离开前反复叮嘱，蛮族骑兵擅长诱敌，切不可贸然出城。只要我们坚守城池，30万蛮族粮草不足，撑不了多久便会退兵。王爷，军中如今只有本帅，从今往后不准再在本帅面前提文九川。末将一时口误，但坚守城池确实是最稳妥的战法。文九川用了10年才将蛮族击退9次，本帅若也躲在城中不出，何时才能证明自己？传令全军，明日打开城门，主动出击。不可！城培地势开阔，极易遭到骑兵包围。蛮族今日故意在城外叫骂，
分明就是想引我们出去。够了！你究竟是大周的将领，还是他文九川养的私兵？本帅有陛下亲赐兵符，违抗本帅军令，便等同抗旨。谁敢不从，军法处置。看到了吗？蛮族听闻本帅出城，已经吓得主动撤退。他们不是撤退，这是诱敌，请主帅立即下令停止追击。蛮族已经溃逃，此时不追，更待何时？全军追击！前方蛮族已经不足万人，追上他们便能立下大功，何必将兵力浪费在四处探查上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不是已经败退了吗？早就说过，这是蛮族的诱敌之计，立即组织大军结阵，保护主帅突围。主帅，全军还在交战！我来，非但不停，本帅若死了，谁来统领全军？不要乱，按照王爷留下的阵法结阵，保护伤兵，跟他们拼了！不要杀我！我是大周军队的主帅，我手中还有女帝赐予的金牌令箭，只要你们留我一命，我什么都可以帮你们做。真该死！不对，50万边军即便全军覆没，从边境到京城沿途还有数十座城池，每座城池都有守军。蛮族又不擅长攻城，他们如何能在半个月内一路杀到京城？还是因为顾白起。顾白起被俘后没有半分气节，他不仅当中替蛮族带路，每到一座城池，他便举起陛下赐予的金牌令箭，命令守城将领打开城门。那些将领都以为这是陛下的命令。顾白一还告诉他们，蛮族已经答应与大周议和，谁若关闭城门，便是破坏两国和谈，等同谋反。所以沿途城池没有抵抗，城门一开，蛮族立即挥刀屠杀。顾白起便这样带着他们一路来到京城。城墙每年都在加高加厚，护城河也不断拓宽，城中粮草充足，即便蛮族围城1年，也未必能够攻破。京城又是如何失守的？京城守将认识他，不可能在蛮族大军兵临城下时，只凭一块令牌便打开城门。是谁下令开的城门？是楚明昭。他怎么敢？楚明昭怎么敢？摄政王，你不能再动怒，你的身体本就有旧伤。告诉我，他为什么开城门？蛮族将顾白起接到城下，他们将刀架在顾白起的脖子上，威胁陛下，若是不打开城门，便立刻杀了顾白起。陛下救人心急，所以才……好一个救人心切，好一个大周女帝。陆丞相，她楚明昭是大周女帝，她身后背负的是万里江山，是天下百姓，不是只为了顾白起一个人而活。我问你，顾白起一人的性命重要，还是京城10几万百姓的性命重要？自然是京城百姓重要。顾白起一人重要，还是先帝留下的大周江山重要？大周江山重要。看来你心中很清楚，可楚明饶是怎么做的？为了顾相如一个人。既然这个女帝都不在乎大周江山，这江山又与我文九川何干？摄政王，陆丞相，你从哪里来，便回哪里去。我这里地方简陋，招待不起大周丞相，恕不远送。摄政王，你当真要置大周于不顾？不是我置大周于不顾，是楚明瞻先放弃了大周。老臣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也知道陛下所做之事让你彻底寒了心。相劝的话不必再说，念在你我曾同殿为臣，
我才让你在这里说了这么久。如今我只是一介白身，蛮族入侵也好，女帝出逃也罢，大周是否覆灭，都与我无关。先帝对你有知遇之恩，驾崩之前，更是亲手将陛下与大周江山交托给你。先帝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难道摄政王真的忍心看着他的江山毁在蛮族手中？先帝确实对我恩重如山，当年若没有他，我或许至今仍是一个落魄书生。可我镇守边关10年，9次击退蛮族，保大周10年太平，身上的每一道伤，都是在偿还先帝的恩情。顾白茶不听劝告，葬送了50万边军，也是楚明昭亲自打开京城大门，将大周送给蛮族。我能做的已经全部做了，如今我不再欠先帝。摄政王不欠先帝，那边关50万将士呢？那些死在蛮族刀下的百姓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京城被攻破后，老臣从逃出来的将士手中收到了这封血书，上面有边军幸存将士的名字，也有沿途被蛮族屠戮的百姓。他们有人不会写字，便割破手指，在上面按下血印。臣今日不代表楚明昭，也不代表大周朝廷，臣代边关将士与天下百姓，恭请摄政王出山，执掌朝政，驱除蛮族，复我河山。你说服了我，不为楚明昭，不为大周皇室，只为这些想要活下去的普通人。起来。楚明昭现在何处？京城失守后，陛下在御林军护送下逃往陪都，蛮族大军一直在后方追赶。老臣离开时，陛下已经进入陪都，可蛮族距离那里恐怕也已经不远。他不配御林军舍命护送。九川小哥，陆老先生醒了吗？已经无碍。你要走？外面出了些事情，我必须去处理。摄政王，这些全是因为老臣没能及时阻止陛下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先守住陪都，只要挡住蛮族这一轮进攻，便还有机会重新整顿兵马。陪都原本有3万守军，陛下逃到那里后，又陆续收拢了部分禁军和溃兵，目前城内大概还有10万可以作战的兵马。粮草呢？陪都仓中储粮原本足够全城使用半年，但逃入城中的百姓太多，如今恐怕最多只能支撑3个月。城墙情况如何？东南2面城墙坚固，北面年久失修，之前已经上奏多次，却始终没有拨下修缮银两。立即派人封锁北门，入城以后调集民夫连夜加固北墙，将城中所有木料、石块、滚油全部送上城头。弓箭与药材也要重新清点，蛮族长途追击，粮草运输必然跟不上。他们急于攻城，只要我们撑过最初的几轮猛攻，他们的士气自然会下降，届时是在寻找机会反击。快看，是摄政王！真的是摄政王！摄政王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，蛮族完了！蛮族还未入城，陪都也还没有破，只要你们手中的兵器还在，只要城中百姓还愿意与我们一同守城，大周便没有亡。告诉我，你们还敢不敢战？敢战！王爷，北墙修缮银两多次被户部驳回，末将只能带着士子简单修补。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，将城中所有工匠全部召集起来。末将这就去办。今夜之前，北墙裂缝必须全部加固，在北门内侧设置第2道防线，即便城门被破，也不能让蛮族骑兵直接冲进城中。拆掉附近空室房屋，用木石搭建巨马。末将领命。九川哥哥，兵部尚书何在？下官在。立刻清点陪都内外全部兵马，禁军、地方守军与溃兵分开整编。1个时辰后，将详细名册送到重头。是。户部官员何在？下官在。打开陪都全部官仓，城中粮食按人口重新登记。从今日开始，
军民统一配给，任何人不得私藏粮食，违令者按扰乱军心处置。下官领命。九川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送陛下回寝殿休息。从今日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离开寝殿半步。你要软禁我？大战在即，陛下身体不适，留在寝殿休养更为妥当。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要打开城门。当时顾白又被蛮族用刀架着脖子，他满身都是血，一直在城下喊我救他。我只是一时害怕，我以为蛮族得到顾白书后便会按照约定退兵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讲信用，也不知道他们进城以后会大肆杀戮。九川哥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九川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你不知道？你觉得这个油能让边关战死的50万将士满意吗？能让京城那些被蛮族屠杀的百姓满意吗？你可以不知道蛮族会不会信守承诺，可你身为女帝，必须知道城门一旦打开，会有什么后果。我只是想救人。为了救顾白衣一个人，你便可以牺牲整座京城。送陛下回去。陛下，请移驾。九川哥哥，你再听我说几句话。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死那些百姓，我只是……别急，我还有些话没有说完。10年前，我奉命领兵北上，出征之前，你亲口对我说，待我凯旋归京，便以满城红装相迎。这句话，我记了整整10年。每一次身陷重围，我都告诉自己，京城还有人在等我。每一次重伤倒下，我也告诉自己，我不能死在边关，因为我答应过你，要替你守住大周，也因为我相信你答应过我的事，同样不会忘。我没有忘，九川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忘。可我回来时，看见的是你牵着顾白义的手，听见的是你当着满朝文武问我穷兵黩武之罪，等到的是你为了让他接掌兵权，亲口对我说，若敢耽搁1日，斩。那句话只是气话，我从来没想过真的伤害你。是吗？那竹峰呢？你明明知道竹峰陪了我10年，知道他在战场上救过我的命，可顾白义需要他的心头血，你甚至没有派人问我一句，便直接将他抓进宫中。在你眼里，他只是一只可以随意处置的畜生。那我呢？在你眼中，我与竹峰究竟有什么区别？是否只要顾白气需要，我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被你拿走？不是，你与竹峰不一样。九川哥哥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？你为了顾白义夺了我的兵权，为了顾白义杀了竹峰，又为了顾白义亲手打开京城城门。事到如今，你竟告诉我，我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知道吗？即便你与顾白发亲近，即便你为了他夺走我的兵权，我曾经也没有真正恨过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比爱自己更爱你。只要你还是一个合格的帝王，只要你还记得自己肩负着大周天下，无论你选择谁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可以带着竹峰离开京城，也可以从此不再出现在你面前。九川哥哥，那现在也可以。顾白又已经背叛大周，我不会再见他了。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可以收回之前所有旨意，兵权还给你，摄政王之位也还给你。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回不去了。九川哥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，我会听你的话，我再也不会任性了。摄政王，蛮族大军已经到了。距离城外还有多远？先头骑兵已到北城门外。还有，说，顾白义也在。他竟然还敢回来！蛮族将领似乎仍想利用他骗开城门。城外不断有人高喊，若不开门，便以抗旨谋反论处。听到了吗？这
这就是与你一同长大的顾白醋，说他是废物，都是抬举他了。九川哥哥，我真的后悔了。诸位，随本王去北城文，去见一见那位甘愿替蛮族带路的顾太医。你们都瞎了吗？此乃陛下御赐的金牌令箭，见此令箭，如见陛下，还不赶快打开城门！你们敢违抗圣旨，本官回城以后，定要治你们一个欺君谋外之罪！陛下呢？我要见陛下，让陛下出来！你见不到他了。温九川，马上打开城门，否则我便杀了他！温九川，你还不快打开城门！我若死了，明昭一定会怪你一辈子。不开城门，楚明昭或许会怪我，但若打开城门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。顾太医，你一路走好，待击退蛮族以后，我会让人替你收尸。你敢！温九川，你这是谋反！我是陛下亲自任命的三军主帅，你若敢杀我，明昭不会放过你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座城由我接管。我要见明昭，让他出来，他一定会救我。你见不到他。阁下将刀架在他脖子上这么久，却迟迟不肯动手，看来你们并不打算真的杀他。拿弓来。温九川，你想做什么？既然蛮族不愿动手，便由我亲自送你上路。你敢！我与明昭青梅竹马，你若杀了我，这辈子都别想娶她。是吗？摄政王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被蛮族逼迫的。我不替他们的带路，他们便会杀了我。我只是想活着，求你饶我一命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应该向我求饶，你应该去问问边关战死的50万将士。王爷，敌军已经军心不稳，现在正是追击的好机会。陪都兵力不足，城中大部分都是刚刚收拢的溃兵，蛮族看似撤退，也可能是故意引我们出城。关闭城门，所有人返回各自位置。今夜蛮族极有可能试探攻城，没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城墙。陆丞相，马上以朝廷名义向各州府下诏，命全国兵马赶往陪都秦王。摄政王，陛下听说顾太医已经，陛下想见你。不见。陛下一直在寝殿哭，他说有许多话向王爷解释。告诉他，错了便要承担代价。如今陪都生死未卜，我没有时间听他解释。是。弟媳，蛮族攻城！看着前方，不要去数敌人有多少，只需要记住，你们身后便是父母妻儿。今日一战，不为皇室，不为封赏，只为夺回我们的家园。九川哥哥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这一年，我每天都在等你。我听说你收复了京城，又听说你将蛮族赶回了边关。我知道，只要你回来，大周便不会亡。这一年，我每天都在后悔。我闭上眼睛，便能听见京城百姓的哭声，也能看见那些死在边关的将士。我不敢睡，也不敢停下来。九川哥哥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再求你，可我心里真的爱你。或许在你的心里，确实曾经爱过我，可你的爱太廉价。需要我时，你便告诉我，我是最重要的人。这样的痛苦，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不会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会了。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从今以后，你便留在这里，为边关50万将士赎罪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留在这里为他们诵经。可是你能不能偶尔来看看我，哪怕1年只来一次？